这一战，中国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第5军与日本王牌钢军第5师团展开了殊死较量，85%的日军军官阵亡，2个主力连队全军覆没。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攻克日军连级以上的据点。本期我们将用 3D 动画详细还原这场惊心动魄的攻坚血战。抗战中期，日军先后攻占了大部分沿海港口，切断了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，企图迫使中国投降。然而，正如水管一端被堵，水流必然寻找另一个出口。一条从越南通往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迅速壮大，通过越桂公路进入中国的物资占到了进口总量的 80%。1939年，欧战爆发，英法卷入战争，无暇东顾。日军敏锐地意识到，占领南宁不仅能一举切断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补给线，还能获得一个威胁内陆的航空基地，从这里可以直接轰炸滇缅公路，直逼贵州、重庆，彻底困死中国。就像过去对南京、徐州、武汉寄予厚望一样，日本统帅部再次孤注一掷，甚至狂妄地将其定义为中国的最后一战。负责主攻任务的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第5师团，曾参加过平型关、太原、上海、台儿庄等多次战役，素来有着钢军的威名。率领这支王牌劲旅的金村君，从小体弱多病，9岁还在尿床，但后来却凭着过人的意志力考上陆军大学，并以全校第1的成绩获得了天皇的御赐宝剑，被誉为日本国内难得一见的帅才。早在11月5号，中国就收到了日军南侵的情报，立即展开布防。但第4战区的主力全在广东，广西地区能调动的只有区几万人。更致命的是，战略判断失误。桂林地区的军官认为日军最有可能从北海或雷州半岛登陆，因为青州到南宁道路已被炸毁，沿途山川纵横，日军从这里登陆的可能性很小。基于这个错误判断，中国把仅有的6万兵力分散布防，青州湾恰恰成了最薄弱的环节。11月15日，从青州湾登陆的日军兵分3路快速突进，一路如入无人之境，仅仅9天便攻下了南宁。南宁陷落后，南面的大明山瞬间成为了决定桂南战局的关键。这片绵延几百公里的山脉，既是南宁平原的天然屏障，也是广西通往中原腹地的重要通道。而在这崇山峻岭之中，有一处绝壁加持的隘口，名为昆仑关，死死扼住了四面八方的咽喉要道，自古便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塞。自上海沦陷后，这里便成为了运输国际援助物资唯一的地面通道，控制了这里，就如同围棋中抓住了关键棋眼，整盘棋都将活过来。金村军深知昆仑关的战略价值，攻下南宁后只做了短暂的休整，便命令部队向昆仑关发起突袭。考虑到昆仑关的地形，金村军特意将部队进行轻装化改造，舍弃了引以为傲的重型武器，随军只携带了32门山炮和野炮。这样一来，虽然牺牲了火力优势，但林地作战的机动能力却大幅提升，正好克制山地防御。面对这支久经沙场的钢军，兵力分散的中国军队被迫边打边撤，根本无法形成有效防线。至12月4日，昆仑关宣告沦陷，中国的战略运输线被彻底切断。攻下昆仑关的金村军志得意满，狂妄到要招降李宗仁、白崇禧，甚至在劝降书中叫嚣：我驻南宁军队将独立对抗将军之50万军队，只怕贵军不敢来送死。这个初次独立指挥就大获全胜的帝国帅才，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根本没有意识到一张更大的网正在向他扑来。
本次奉命迎战金村军的正是第5军军长杜聿明。这个黄埔17的高材生向来以严谨务实著称，但面对如此规模的攻坚恶战，他也是头一回。这一仗不仅关乎昆仑关的得失，更是杜聿明证明自己的成名之战。杜聿明手中的第5军约有7万，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王牌部队，也是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。他们配备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武器装备，从野炮、重炮到汽车，再到摩托车、坦克车，一应俱全。更有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苏制 T-26坦克，其时速达到惊人的30公里，但装甲厚度只有15毫米，相较薄弱。12月16日，杜聿明摊开地图，制定了一个包围计划，让戴安澜和郑洞国带领2个最能打的师，从正面硬刚昆仑关。邱清泉则带着新22师绕到右翼，攻占5塘、6塘，以切断从南宁赶来增援的日军。而彭必生则率2个补充团伏击7塘和8塘。金村军也不是吃素的，这个帝国帅才早就料到中国军队的反扑，因此他以昆仑关为中心，在周围的丘陵山包上构筑了一圈密集的防御工事，彼此形成了一张张交叉火力网。中国军队想要夺下昆仑关，就必须把周围的山包一个一个地啃下来。此刻20万中国大军已在昆仑关周围严阵以待，而固守昆仑关的日军连同海军陆战队共计有3万人，加上后期抵达的援军，总兵总共有10万人。一场王牌对王牌的终极对决即将在这座千年雄关拉开帷幕。1939年12月18日凌晨，昆仑关雷声大作，这不是天雷，而是第5军重炮团和各师山炮营集中火力的怒吼。40分钟的狂轰滥炸后，昆仑关各个高地火光四溅，浓烟滚滚。经过轻装化的日军没有重炮相随，基本只有挨打的份儿。炮击过后，荣誉第1师在仙女山下打响了反攻第1枪。这支由抗战伤兵组成的传奇部队，个个都是9死1生的老兵，在师长郑洞国这个黄埔名将的带领下势如破竹。仙女山、老毛岭、罗塘等一个个坚固据点接连攻克，日军抵抗不住，纷纷向昆仑关的核心阵地溃退。18日中午，睡梦中的帝国帅才得到了中国军队大举进攻的消息，竟然还认为这只是小规模佯攻，所以只派了1个连队和几架飞机去支援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是20万中国大军的雷霆一击。与此同时，戴安澜的200师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势。随着 T-26坦克碾过山间小道，中国士兵紧随其后，如潮水般涌向了昆仑关的主阵地。日军一向引以为傲的3连式重机枪，此刻打在 T-26的装甲上，就如同蚂蚁盯大象。在荣誉第1师和200师的双重夹击下，仅仅24小时，中国军队便夺下了昆仑关。此刻的杜聿明志得意满，认为收复南宁的任务显然是易如反掌。他甚至在心中想好了向上峰汇报首战大捷的电文。然而，杜聿明的美梦很快被现实击碎。昆仑关失守，让金村军彻底清醒。他立即派出95式飞机增援，同时电令前线收缩阵线，避开中国装甲部队的锋芒，全面转入山地作战。局势瞬间逆转，轻装化的第5师团开始展现他们真正的实力。日军抛弃了笨重的武器，全部换装为92式步兵炮。这种仅重210斤的轻型火炮可以拆解运输，非常适合在丛林中隐蔽作战。而中国军队的坦克看起来固若金汤，但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上难以机动穿梭，反而成了日军的活靶子。而取消了指挥塔的 T-26坦克也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，车手的观察能力大打折扣，作战时无暇顾及四周，很容易
遭到日军侧射火力的攻击。更要命的是，第一次出征的第五军经验不足，导致坦克推进太快，步兵远远地落在后面。这时，埋伏在山地反斜面的日军便使用反坦克炮发起攻击，一时间几辆坦克的油箱先后被击中，中国军队的攻势陷入顿挫。杜聿明迅速调整战术，让坦克反过来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，优先清除附近的反坦克武器。可金村军也不是吃素的，他立马调动空中力量前来支援。由于天气原因，中国空军滞留在重庆无法起飞，失去空中保护的装甲部队完全暴露在日军的视野中，这从而导致日军在12月19日反过来夺回了昆仑关主阵地。此后，昆仑关陷入了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的血腥拉锯战中。杜聿明别无选择，只能调集重兵，以3-1的伤亡代价，24小时不间断地发动攻势。否则，一旦日本的援军杀到，所有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。金村军同样骑虎难下，一旦撤军被追，将导致全线崩溃，不仅意味着昆仑关战役失败，更会影响到日本进攻东南亚的整个计划。双方都被逼到了绝境，只能血战到底。随着战局陷入僵持，金村军终于按捺不住，急令第21联队火速增援。而侧翼的邱清泉早有准备，他不慌不忙地用一个团与日军周旋，诱敌深入，主力则埋伏在六塘的山地之间。12月19日，自以为势如破竹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往昆仑关扑来，邱清泉当即下令炸毁了后方大桥，切断了日军退路。日军还未回过神来，中国军队的主力如泰山压顶般冲入敌阵，霎时间伏兵四起，枪炮齐鸣，地雷也不时在日军中炸响。邱清泉的伏击部队是分多股出击，这种类似于切香肠的战术，将日军各部彻底分割，有炮的没弹，有弹的没炮，整个连队的重火力基本丧失。几支小股部队被中国军队团团包围，陷入苦战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金村军震惊之余，只得搬出他的王牌少将中村正雄，亲率第42联队星夜驰援。然而，这位踌躇满志、想要建功立业的陆军之花，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鬼门关。刚到五塘，他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伏击，山炮、迫击炮密如雨下。好不容易来到六塘，又遭到公路两侧的猛烈攻击。从六塘到七塘，短短10公里的路，日军足足走了2天2夜。12月24日，中村正雄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终于到达了九塘前线。正要召集军官开会商讨进攻策略时，突然一声尖啸从天空传来。原来远处山头上的中国观察员早已瞄准了这个绝佳目标。随着轰的一声，炮弹精准命中，巨大的爆炸瞬间吞噬日军的指挥室。当硝烟散去，中村正雄已倒在了血泊中，其余军官也伤亡惨重。见此良机，杜聿明一招移形换影，将围困昆仑关的3个主力师全部调转矛头，对准外围援军。失去了指挥官的日本士兵一时间阵脚大乱，如同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。在第五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，这支原本气势汹汹的援军被彻底击溃，残部纷纷逃窜。等到28日，杜聿明再次回攻昆仑关时，被围困的日军已成了真正的瓮中之鳖。断粮断弹的日本兵只能靠啃食树叶草根勉强度日。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刚军，如今一无重武器，二无援军，除了地形和碉堡，已经没有了任何优势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杜聿明决定采用要塞式攻击法，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层敲掉昆仑关周围的日军阵地。这样的战术虽然不能直接威胁核心阵地，但可以有效瓦解
各据点间的相互支援，让日军的防御体系逐步崩塌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让缺乏重武器的步兵来进攻坚固的碉堡，依旧是一场血肉磨坊。其中界首高地的争夺堪称惨烈之最。这座位于昆仑关南面的制高点与南面的罗塘互为犄角，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。面对这道几乎无法逾越的火力屏障，杜聿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，把坦克拖到山上去。什么？坦克上山？当杜聿明提出这个想法时，连他的参谋们都目瞪口呆。要知道，那些意大利进口的菲亚特坦克每辆重达3吨多，在平地上行驶尚且不易，更何况是要拖上这险峻的山峰。但杜聿明心意已决，他派工兵在山顶架起绞盘，利用杠杆原理，硬是把这些钢铁小怪兽一辆辆拖上了山头。有了这些钢铁小怪兽坐镇山头，战局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坦克的直射火力如同天神下凡，一个个日军据点和碉堡在炮火中灰飞烟灭。29日上午，第5军终于收复了界首高地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这场攻坚战中，双方阵亡人数均为300人左右，基本打成了1:1。要知道，在传统的攻坚战中，攻方的伤亡通常是守方的数倍，但第5军凭借精良的装备、巧妙的战术，创造了战史上的奇迹。界首高地一失，日军也彻底失去了斗志。12月31日，在装甲部队的火力协同下，邱清泉率新22师以凌厉的攻势一举突入昆仑关，残余的日本兵纷纷溃退，向南宁方向狼狈逃窜。至此，昆仑关战役落下了帷幕，中国军队大获全胜。当战场上的硝烟散去，这场王牌对王牌较量的结果也随之揭晓。日军第21旅团2个主力连队被全部歼灭，已经名存实亡。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阵亡，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阵亡，班长以上军官的阵亡率高达 85%， 总伤亡达1万余人。这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完全歼灭日军一个旅团级的部队。然而，胜利的代价是何等沉重！中国第5军在这场血战中阵亡5600多人，失踪800多人，全军总伤亡约 2.4 万人，因损失过重，不得不退出战斗序列进行休整。硝烟尚未散尽，师长郑洞国缓缓踏上了战后的山道，眼前完全是一片炼狱般的景象，各个山头弹坑累累，焦黑一片。中日两军阵亡的官兵交错着倒卧在血泊中，密密麻麻，几乎连脚都踩不进去。其中有一位中国士兵左腿已被炸断，全身布满弹痕和刀伤，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依然用双手死死地扼住日军的喉咙。目睹此情此景，久经沙场的郑洞国也不禁潸然泪下。抗战胜利后，已成为名将的杜聿明特意回到故地，在昆仑关专门给阵亡将士修建了纪念塔，并将一副挽联刻于石柱之上：血花飞舞，苦战艰寻，攻克昆仑寒敌胆，华表巍峨，扬威万里，代清倭寇，为忠魂。